掏钢圣手斑鬣狗对上能爬树的狒狒，它的绝招还能发挥作用吗？一只斑鬣狗盯上了落单的大狒狒，打算饱餐一顿。狒狒同样严阵以待，它不断调整角度，保证自己一直正面朝向斑鬣狗，并保持蹲坐状态，将臀部保护在身体下面。那么他们的对峙结果究竟如何？是斑鬣狗得到了美餐，还是狒狒保存了自身呢？斑鬣狗作为大名鼎鼎的草原二哥，仅次于狮子的顶级掠食者，它的战斗力和猎杀能力可是非常强大的。一来它的速度和耐力都很强，斑鬣狗的奔跑速度可达50公里每小时，虽然比不上猎豹，但在草原上也算中规中矩，可以追上绝大多数的普通的食草动物。耐力更是草原动物中的佼佼者，擅长长距离追逐，将对方追到精疲力尽。在这一点上，斑鬣狗绝对碾压狒狒。第二，它拥有极高的咬合力。斑鬣狗的嘴里长满了尖锐而粗壮的臼齿，非常方便撕咬猎物，并且它跟狗一样长的嘴巴，使得下颌骨肌肉非常发达，咬合力高达450多公斤，比狮子、老虎、美洲豹等大猫还要厉害。连其他动物不吃的动物头骨、脚、蹄子等东西，它们都能嚼碎了吞下去。第三，它擅长团队协作。草原上的斑鬣狗群一般至少有10几只，多的能有8、90只，并且族群里的成员全部都听女王的话，互相之间很少争斗，默契十足。狩猎的时候会分工合作，兵分好几路对猎物围追堵截，甚至对猎物实施车轮战，消耗对方的体力将猎物拖垮。最后，他们的掏钢技巧十分高超，一拥而上时很快就能把几百公斤的猎物清理干净，不愧是闻名世界的掏钢圣手。掏钢圣手斑鬣狗对上能爬树的狒狒，它的绝招还能发挥作用吗？狒狒长得跟大猴子差不多，吃的主要以叶子、嫩树枝、瓜果等植物为主，偶尔才会抓一些昆虫、小鸟、老鼠等小动物，看起来跟斑鬣狗完全不是一个段位的，但实际上狒狒的杀伤力一点也不小。首先，它们是灵长类里排名第2大的动物，仅次于猩猩，体长50厘米到1米1，体重在60公斤左右，跟体长1米左右、体重40到80公斤的斑鬣狗比起来，总体差别不大，只有极个别雌性斑鬣狗可能会比雄性狒狒大而已。所以在力量方面，壮大的雄性狒狒并不差斑鬣狗什么。其次，它们有着发达的犬齿，别看狒狒是个杂食动物，它们的牙齿长达5到6厘米，这完全不输大猫。要知道花豹的犬齿也不过6.4厘米，并且它们还有尖利而灵活的爪子，在攻击、对战、狩猎的时候，这对爪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吃东西时，这对爪子也能用来拔毛、剥皮、清理猎物。再一个，它们的性情凶猛好斗，这是由于它们的生活习性而决定的。一般雄性狒狒长到6岁左右就会被赶出族群流浪，以便寻找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新族群。而流浪狒狒要想得到雌性的青睐，必须打败原先的狒狒王。这种制度使得雄性狒狒之间经常发生争斗。另外，狒狒同样是群居动物，它们一群少的10几只，多的上百只，并且它们会使用石头、树枝等简单的工具做辅助。当它们成群结队出动的时候，连花豹都不得不暂避锋芒。斑鬣狗在1对1的情况下，跟花豹战斗力差不多，所以狒狒面对它还是有一战之力的。掏钢圣手斑鬣狗对上能爬树的狒狒，它的绝招还能发挥作用吗？斑鬣狗猎杀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掏钢，但是面对一直调整角度并把臀部保护在身体下面的狒狒，它显得无从下手，只能暴躁地围着狒狒转，同时假装啃树枝让狒狒放松警惕。不过这只大狒狒经验丰富，并不会被装模作样的猎狗骗到，依然保持着警惕。很快，一只突然冒出来的狒狒幼崽打破了这个平衡，它不但让暴躁饥饿的斑鬣狗有了目标，还吸引来了一大群斑鬣狗，这让原本游刃有余的大狒狒不得不尽快逃跑。它虽然不惧怕单一的斑鬣狗，但却不是猎狗群的对手，于是它迅速离开了这里。那只斑鬣狗被小狒狒吸引了注意力，也没有阻拦它逃跑。到这里，大狒狒逃跑了，但孤身一个的小狒狒100%会被斑鬣狗吃掉。斑鬣狗虽抓到了小狒狒，但是后面还有一群同类，它能否保住猎物还是个未知数。可以说对峙的双方都不算赢。抛开这个事件，总结斑鬣狗和狒狒的整体冲突，那么斑鬣狗无疑更加厉害。它们的族群很团结，彼此之间就算偶尔争吵也很少会打得你死我活，不像狒狒那么爱内斗。狒狒虽然杀伤力不小，性情也比较好斗，但是它们到底是杂食动物，杀性不像斑鬣狗那么强，遇到威胁更多的是喜欢逃跑，而且它们的耐力很差。爬树这个技能可以帮它们躲避绝大多数天敌，所以狒狒很少会正面跟其他掠食动物决斗。对上斑鬣狗这种纯粹的掠食者，狒狒基本不占什么优势。